大家好，我老肉。说2019年的时候，巴黎动物园展出了一只新动物，起了个名字叫 Blob。当然，准确来说，它并不是动物啊，不是动物界的，而且也不是植物界的，也不是真菌界的，是一种三界之外的生物。所以这一滩什么都不是的黄色粘液，为什么会出现在动物园呢？是因为它的行为啊，真的很像是一只动物，更适合用一只而不是一滩来形容它。首先，这家伙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其实它可以走路，可以爬来爬去的，而且爬得还算挺快。然后再一个呢，它也可以吃东西，越长越大。目前发现最大的有20公斤重，跟5、6岁小朋友都差不多了。然后还有最夸张的，你肯定想不到，就是它竟然还有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甚至还能完成一些智力测试，像是能思考问题一样，就很离谱。待会儿给大家看几个啊，绝对让你目瞪口呆那种的。所以这种诡异的粘液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粘菌。从身体结构来说，这些家伙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原始，你就不用说大脑啊、心脏啊这些器官了，这些家伙甚至连多细胞生物都不是。你没听错啊，那一滩粘液其实算一个细胞，20公斤重它也算一个细胞。所以这就很颠覆认知了，是吧？你想，就一个细胞，连神经元都没有，它怎么产生的记忆和学习能力呢？这让科学家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呢，是越研究越困惑，粘菌的行为模式和生存之道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这期啊，咱就来说说粘菌这种生物到底有多神奇。说粘菌的英文名啊叫 slime mold， 也就是说以前都以为它是一种粘稠的霉菌，属于真菌界的，后来发现并不是。其实它们是一类原生生物，主要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森林里。至于生物学分类啊，有很多争议。有一种分法是把粘菌分在真核域、变形虫界、变形虫门的粘菌纲，里面大约有5目、14科、62属、800多个物种。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被研究最多的，就是刚才那种黄色粘液，叫多头绒孢菌。这家伙出镜率最高，很多时候直接说粘菌指的就是它。所以这么奇怪的生物啊，大家肯定最好奇它们怎么生存啊，是吧？咱先来说说这个。说粘菌最初的形态呢，是从孢子里孵化出来的，孢子就相当于它们的卵或者种子。然后刚出生的粘菌幼虫啊，是一些单细胞的变形虫，英文叫 amoeba， 音译成阿米巴或者叫阿米巴原虫。然后这些变形虫呢，都是单倍体的。单倍体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是精子和卵子啊，只有一套染色体。相当于说这些变形虫要么是个精子，要么是个卵子，就跟有2种性别一样，可以这么理解。那么说粘菌的这些幼虫怎么生活呢？它们是靠吞噬细菌为生的。如果它生活在陆地上，就会在土壤里蠕动，到处找细菌吃；如果它生活在水里啊，就会生出鞭毛来，可以在水里游动，也是找细菌吃，都是靠吃细菌来发育身体。然后等有那么一天缘分到了，单倍体变形虫遇到异性了，它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合成一个双倍体变形虫，就好像是精子和卵子合成了受精卵一样。然后这个受精卵呢，仍然还是吞噬细菌来长身体。等长到一定程度啊，细胞质攒多了，它就会开始分裂，类似于细胞分裂那种的。不过跟细胞分裂不一样在哪呢？就是粘菌分裂只分裂细胞核，不分裂细胞膜。再怎么分裂，它还是一个细胞，只不过是细胞核增加了而已。然后经过无数次分裂啊，最终它会发育成一个有几百万个细胞核，还有一大包细胞质的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细胞，也就是咱肉眼可见的那只粘液怪，是这么一个发育过程。当然，粘菌体格越来越大呢，它就不光是吞噬细菌了，各种有机物它都可以吞掉，什么腐烂的植被啊、有机物碎屑，还有真菌之类的，这都可以被它们消化吸收掉，然后转化成更多的细胞质和细胞核。粘菌的体型就是这么增大的。最后等吃的差不多了，或者环境发生了变化，粘菌就会开始准备繁殖。它们会找个地方固定下来，就不到处乱跑了。你会看到它们身上会长出一些像是小蘑菇一样的东西，一根细杆子，上面顶个球，一长就是一大片，跟原来的形态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粘菌当初被当成了真菌的原因，就因为太像蘑菇了。然后这些小蘑菇的功能呢，倒确实也跟蘑菇一样，它们就是粘菌的子实体，小球里面装的就是粘菌的孢子。之所以长成这个形状跟蘑菇的目的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可能把孢子拖到高处去，这样能更好的借助风力或者昆虫来传播它们。
最后释放了孢子，年菌的生命周期就算闭环了。好了，说完了年菌的生命周期啊，接下来咱来说说年菌特别像动物的那些行为。那么说年菌没有腿，它怎么走路呢？它们是靠细胞质流动来走路的。你会看到它们的身体一直在脉动，就像有心脏有脉搏一样，靠这个脉动把细胞质往前推，涌动着往前走，是这么个原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脉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毕竟它一个单细胞生物，也没有心脏是吧？原来这个脉动是细胞膜产生的。说年菌的细胞膜里含有大量的肌动蛋白，有了它们呢，细胞膜就能一紧一松，那么收缩了。然后它像个小泵一样来控制细胞质的流向，这样既能掌握年菌前进的方向，也能改变年菌的形状，非常巧妙。当然细胞质流动呢，它也不光是为了让年菌运动，它还起一个循环系统的作用。说年菌的觅食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地毯式搜索的模式，先把整个身体铺开了，往四周扩散，然后哪儿发现食物了，就在哪儿集中兵力来消灭它，同时多余的兵力继续扩大搜索面积，去找下一顿食物。其实来说跟行军蚁有点像，吃东西就跟扫荡一样。那么扫荡过程当中呢，年菌只有覆盖食物的部位吸收到了营养，要把营养扩散到全身去，也得依靠细胞质流动。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年菌的这个脉动还真就有点像心脏跳动是吧？属于是它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命活动了。不过年菌心跳的频率呢，并没有好多视频里看起来那么快，那些都是倍速播放的。它真正的心率大约是每分钟一次。总之肉眼直接看那肯定是看不出来，这个得说明一下。当然同样的道理年菌那些看起来跑得很快的画面呢，也都是延迟摄影倍速播放。它们真正的前进速度大约是每小时几毫米，跟典型的动物呢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在非动物领域就算是相当快了。然后说年菌觅食的时候还表现出来一个能力，就是它好像有嗅觉，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在往四周扫荡。如果哪边有它喜欢的食物它会闻到味儿，然后往那边跑的就会更快一些。如果有它讨厌的物质呢，它就不会过去了，尽量绕着走。这也是它很像动物的一个行为。然后年菌还有个行为特别厉害，说它们竟然还有超强的计算能力，这怎么回事呢？咱接着往下说。说年菌扫荡食物的时候特别精打细算，特别会算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一旦发现食物了，就会集中兵力覆盖在上面。但是扫荡过之后没有食物的区域呢，他就把兵全都撤走了，不会浪费任何的兵力。所以到最后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年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网络结构，有食物的地方是节点，其余的就是连接食物的路径，像一张大网一样铺在地上。这可以说也是年菌最标志性的一个特征。那么年菌这个习性呢，也是他们被重点研究的方向。因为科学家们发现说年菌在连接食物的时候总是能找到最短的路线。比如日本的科学家就曾经拿迷宫测试过它们，在迷宫里放上年菌喜欢的食物，比如说燕麦片，让年菌自己去找到它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年菌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把迷宫里各条路都给探了一遍。等探完之后，所有食物都找到了，年菌就会开始收兵了。最后它会形成一条最短的连接所有食物的路径，基本不会绕远路。一个单细胞生物竟然能有这样的能力就很神奇。然后说这个迷宫测试呢，还有个升级版。说研究人员用燕麦片摆了张地图，是日本关东地区的地图。燕麦片的位置呢，代表东京和东京周边的一些主要城市。同时在东京的位置放上了一只年菌，让它自发的去寻找食物。然后说大约用了26个小时，年菌就把关东地区给扫荡完了，找到了地图上所有的燕麦片，然后按照惯例把自己收缩成了网状，只留下了连接燕麦片的路径。那么这时候呢，奇迹出现了。研究人员发现说年菌最后形成的这个网络竟然跟关东地区的铁路网有非常高的相似度，大差不差，这就太神了。因为你想，工程师在设计铁路网的时候，就是要用尽可能短的线路实现最通畅的流动是吧？这种有几十个站点的情况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得需要大量的经验和计算才行。结果呢，竟然被年菌这么一种又没有大脑又没有神经的单细胞生物给模拟了个8、9不离10，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么年菌这个模拟最短路径的能力呢，
好多地方的设计师都看在眼里了。你像是美国、英国、非洲等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啊，都请年军来模拟了，什么铁路网啊、高速公路网之类的，年军简直就成了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工具一样。设计师们都想参考一下他们的方案，甚至来说，就连什么呢？就连天文学家们都盯上年军了，说宇宙当中的纤维状结构也有可能符合年军的模型，这些结构跟暗物质分布有关系。所以天文学家在寻找暗物质的时候啊，已经在考虑用年军来作为指导了，就这么嚣张。当然了，说年军的超级能力啊，可不光是模拟个最短路径这么简单。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啊，我觉得比这个还厉害。说2008年的时候啊，日本有个研究团队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利用了年军的一个特性，就是当环境变冷变干的时候啊，年军的移动速度就会变慢，这是他们节省能量的一个措施。然后实验是这么设计的，说研究人员在每个小时的前10分钟对年军施加一次寒流，让环境降温，10分钟一到就恢复，这么连续3个小时给年军施加3次10分钟的寒流。这样不出所料啊，年军在每次寒流期间行动明显要慢很多。不过这不是重点，接下来重点来了，说第4个小时的时候啊，并没有对年军施加寒流，结果呢，年军在前10分钟竟然还是变慢了，就好像它已经形成了生物钟一样，已经在等寒流来袭了。你想，就这么一滩粘液啊，竟然仅仅3次练习之后就掌握规律了，就很离谱。那么到这儿呢，实验还没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呢，研究人员一直没再弄寒流，年军也就逐渐又恢复正常了，不再每小时变慢了。然后这时候啊，研究人员杀了个回马枪，又突然给了一次寒流，结果发现啊，他竟然又开始重复1小时计时了，就像可怕的记忆被唤醒了一样。也就是这滩粘液不但记得曾经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准确掌握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就显得很不真实啊，是吧？没有大脑，没有神经，单细胞生物，年军这些行为啊，那真的是太颠覆认知了。不过接下来呢，还有更颠覆的，说他们之间竟然还能互相传授知识，这你敢信吗？说2016年的时候啊，法国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基础呢是利用了年军另外一个特性啊，就是他们的厌恶行为。比如说盐，他们就很讨厌，如果地上有盐的话，年军一般就会绕着走，有这么一个本能。不过这事儿吧也不是绝对，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说在年军和食物中间隔一道盐桥，用食物诱惑来训练他们。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啊，年军就习惯了，知道盐不会伤害到自己，过盐桥也就如履平地了。然后接下来呢，研究人员做了这么个实验，先把3只年军并排放在一起，两边的是经过训练的知道盐无害的年军，中间的是没训练过的害怕盐的年军。然后在哥仨和食物中间呢，还是隔上盐桥，看会发生什么。结果发现啊，有点惊人，说当他们互相接触之后啊，中间没训练过的年军竟然直接就从盐桥上过去了，就说明他已经知道盐没有害处了。而且他这个行为呢，明显是发生在他跟隔壁兄弟相通之后，细胞质互相流动了才出现的。也就是说，隔壁有经验的年军啊，一定是用某种方式共享了自己的知识，所以他才敢直接上了盐桥，这是唯一的解释。所以年军这些行为啊，也让科学家们开始反思了。以前总以为像是记忆啊、智慧啊、学习能力这些东西都是以神经系统为基础的，可是人家年军呢，明明就是一单细胞生物，竟然也有类似的行为。只能说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啊，真的还是太有限了。好了，那么今天这期啊，咱介绍的是粘液怪类型的年军。其实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一类年军也特别厉害，叫网柱年军，属于变形虫界变形虫门的网柱年军纲。这期的粘液怪又叫真年军，网柱年军又叫细胞性年军，他们是亲戚关系。那么说这网柱年军啊，也非常特别。他们的变形虫啊是社会性的，生存模式跟真年军又完全不一样了，也展示出了他们特有的非常不可思议的生存之道。而且他们这种特性呢，还启发了一位高人，就是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没错啊，稻盛和夫著名的阿米巴经营理念就是从网柱年军这儿来的，这也是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呢，咱这期节目啊已经比较长了，所以网柱年军的话题啊，我打算放到会员专享里去。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频道支持一下吧。
每个月只需要45新台币、15港币、3新加坡元、5令吉、3美元就可以长更多知识，其实很划算，是吧？